在甘肃安南坝自然保护区的荒漠里，动物专家们在每一个水池边都架设了红外雷达相机，就为了等一种只在荒漠里生存的珍稀动物。今年4月初，专家们终于等到了一幅珍贵的画面：3头成年野骆驼带着骆驼宝宝在水池边悠哉喝水。这画面一出，立刻登上了新闻。为什么这野骆驼宝宝只是出门喝个水都能上头条？它与我们平时所见到的骆驼有什么不一样吗？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提到骆驼，很多人脑子里面立马浮现出在沙漠景区常见的骆驼，它们看起来憨态可掬，性格温顺亲人。但今天熊探长要讲的野骆驼，可不是会驮着游客漫步的乖巧骆驼。我们平时见到的骆驼是家养骆驼，在生活环境、体积外貌以及生活习性等方面，与野骆驼都有一定的差别。由于野骆驼天生就在沙漠、荒野这样的恶劣环境里生活，因此它们需要面临的困难要比家养骆驼更多。在漫长的野外生活中，野骆驼为了适应环境，体型变得比家养骆驼更瘦小精悍一些，力气更为强壮，脾气也更具有攻击性，并且驼峰要比家骆驼更小更尖。野骆驼有很强的警惕心，遇到陌生人会采取明显的攻击或逃跑的姿势，这与家养骆驼大大相反。在寿命上，这两种骆驼倒是区别不大，都能活30-40年，只是野骆驼会遇上的危险更多，平均寿命要稍微短一点。野骆驼一般生存于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的环境，主要分布于我国西北和蒙古西部，比如我国甘肃、新疆一带的戈壁荒漠地区。这里夏天酷热，冬季严寒，干旱少雨，地表温度低的时候接近-30度，高的时候能达到极限70度，环境十分极端。野骆驼就是这种恶劣环境中体型最大、生存能力最强的一种动物。而现在的家养双峰驼在整个中亚地区都有不小的饲养规模，家养单峰驼则集中在阿拉伯、印度和北非地区。这些被人类驯化的骆驼们，日常生活不会因为自然条件变化而受到太大的影响，失去了自由和野性，但也不会像野骆驼那样濒临灭绝。甘肃一只野骆驼宝宝只是出门喝个水就直接登上新闻头条，引起了一场热烈讨论。它到底有什么魅力呢？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现在的野骆驼比野生大熊猫更稀少。为了能在戈壁荒漠这种极端环境生存下去，野骆驼能喝下其他动物不喝的咸水，也能把坚硬带刺的野生植物当成美味佳肴，已经进化出了能完全适应极端环境的身体。但就算是这样，也避免不了它们数量减少的现状。首先，从繁殖的角度来看，野骆驼的自然孕期非常长，生产数量也比较少，小驼羔出生之后的存活率也不算高。野骆驼的繁殖期在1到3月，雄性要想获得交配权，就必须经历残酷的战斗。雌性每2年繁殖一次，怀孕期长达400天，每胎基本上只生一个，双胞胎非常罕见。生下来的幼崽也很脆弱，需要跟在母亲身边3到5年，在这期间也很容易成为天敌的捕猎目标。在繁殖期间，野骆驼很容易受到惊吓，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它会躲得远远的，甚至会抛下自己的孩子。而那些野骆驼宝宝体弱，跟不上家长，最终难免会掉队，被饿死或是被吃掉。最重要的还是人类的原因。过去科技水平有限，无人区里的野骆驼最多就是偶尔被附近当地人捕猎，但后来有了汽车等高科技产品，偷猎者能轻易进入无人的荒漠戈壁，野骆驼也难逃被大肆偷猎的命运。除了偷猎以外，人类在戈壁进行矿业或其他资源开发，铺设公路铁轨，都人为切割了野骆驼的栖息地，阻断了他们一直以来迁徙的固定路线，也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巨大干扰。除了人为因素，还有天敌的猎杀，也是导致骆驼数量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样险峻的环境下，能够猎杀它们的动物少之又少，但西北地区的狼群依然是它们最大的天敌。当天敌的种群数量没有太大变化的时候，数量已经减少了的野骆驼种群很有可能出现生的不如被吃的多这种情况，造成数量进一步下降。现在全世界的野骆驼数量只剩下不到1000峰，其中有700峰都生活在中国境内，主要分布在库姆塔格沙漠和塔克拉玛干沙漠等地区。这次拍到小驼羔喝水的甘肃安南坝自然保护区就属于库姆塔格沙漠周边。而在这个总面积接近40万公顷的自然保护区里，野骆驼的数量也少得可怜。2009年统计有接近200峰，到2020年，这里的野骆驼预估只有300峰左右。数量比野生大熊猫还稀少的野骆驼，在极度干旱缺水的戈壁荒漠中生存了成百上千万年，进化出了独特并且对人类有很大帮助的习性。荒漠里的水资源虽然匮乏，不过水源的位置相对来说也比较固定。
因此野骆驼需要记住每一个水源的地点。通过漫长的演化过程，野骆驼将这样的水源位置和信息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久而久之，它们按照固定的道路行走，便形成了驼道。这样的驼道不仅给后代带来了生命保障，也给人类探索荒漠带来了极大的帮助。另外，野骆驼的生活习性给科学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科学家们看来，野骆驼有着耐渴的能力，体温可在30到40度之间调整，血糖浓度要比其他动物更高，却没有糖尿病的症状，有着较高的盐摄入量，自身有解毒能力，因此可以吃一些奇怪的植物。一些科学家认为，如果能够了解野骆驼的基因，就能了解它们是如何做到在恶劣环境下生存的，而这也许将帮助人们战胜一些如肿瘤、癌症之类的疾病。甘肃和新疆交界的库姆塔格沙漠周边，就是现在野骆驼最主要的分布地之一。这里的年平均降水量只有30毫米，而野骆驼国家级保护区处在这样的地区，水源紧张成为骆驼及其他生物生存的最大难题。为了不让野生生物因缺水而出现伤亡，保护区在失去了自然水源的荒漠中修建了多个人工饮水池，通过地埋管子从48公里以外的河流进行饮水，而这一措施吸引了众多野生动物前来饮水。考虑到这里的野生动物早就已经习惯以天然的咸水为生，保护区设置了2个淡水区和4个咸水区，同时在周围种植了一些植被供不同动物食用。在饮水池修建好之后，除了我们的主角野骆驼以外，还有藏野驴、雕狼、鹅喉羚等当地的野生动物都聚集到这里喝水，也方便了动物保护工作者的观察。同时，每年都会有不少人试图穿过无人区，捕猎动物或是挑战自然，给这个无人地区带来一些骚乱。所以，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除了在保护区巡护以外，也会在卡点劝说一些非法闯进来的游客返回，轻则劝说，重则按照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处罚。因为野骆驼总是会沿着固定的驼道进行觅食、寻水和生存繁衍，不守规矩的人闯进无人区，会让自己陷入危险不说，还会惊扰到这里的野生动物，可能一次惊吓就会让一个野骆驼群放弃一直沿用的驼道，严重影响它们的自然生态。在保护野骆驼物种这条路上，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不只是野骆驼，还有很多其他物种也是值得我们去重视。虽然说这一策略为野骆驼和残酷的沙漠生态系统中的人类居民带来了好处，但总是可以做得更多。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